连线呢，其实讲白一点，它就跟这个你帮外国人做口语翻译是一样的。一个外国人来啊，我不会我不会英文，那我找了一个翻译来帮我翻译啊。外国人跟他讲英文，他告诉我中文啊，我理解的中文，我要问他问题，他那个翻译再帮我转成英文给外国人，就是这样。那灵媒就是介于这个中间，这个他就像翻译一样，他就像翻译一样啊，他就照翻，说到看到什么就说什么，听起来好像很简单，但其中有几个难点啊，有几个难点，就像翻译一样啊，就像翻译一样，你翻译翻不翻得准啊？准确就是跟原本那个人讲的话，原本外国人讲的话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把它翻成同样意思的中文字，然后告诉那个对方嘛。那所以翻译它有两个重点，一个是他必须要听得清楚对方在讲什么，对不对？那第二个呢是必须他的翻译的用词必须要精准啊，精准啊，你不能讲得太笼统，要精准。好，那同样的连线沟通跟宠物沟通也一样。好，这个宠物沟通比较简单，我等一下讲。好，就是说连线要准确，有几个必要的条件。第一，要有足够的频宽啊，你的范围哈要广到可以要接收你的讯息啊。就像你如果想要接收这个，你如果拿一台家用的收音机拿去想要接收这个仅用无线电，那根本就是天方夜谭，不可能的事情啊。就像你如果想要接收这个神佛界的讯息，但是你却只有动物沟通的频道的范围，那当然不可能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第二个就是说要能够调对频率，就是说好才能够找到想要沟通的对象了。你比如说你对着动物想要连线，可是你却调到昆虫的频道，怎么对得到？对不对？结果最后来的讯息是昆虫的讯息。然后第三，接收到讯息之后，你要像翻译一样，啊，精准的选择表达的那个用词。那如果说这个传达者他只有这个小学生的这个语文程度，他当然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像研究生这样翻出研究生论文般好，或者是更精准的词语，这肯定的嘛。那第四就是要把这个你收到的讯息好如实的传达给对象，传达给家属啊，让家属了解。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哦，但是实际上啊，这个是最难的一点。好，前面这个要有足够的频宽，啊，要调对频率，这就是基本功了。好，基本功了，这个一定要做。你前面这个都不会，那你怎么能够说你是灵媒啊？前面这个都不会哈，不会，没有频宽，找不到频率啊，那没有办法表达，那这个这样子还收费做灵媒，这个是骗人啊！好，这个是不对的。好，那为什么说这个把讯息转达给家属是最难的事情呢？有个知名的通灵者，哦，他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说实话很简单，但是你敢听吗？”好，这句短短的话哈，就说明了看到什么说什么，光凭直觉来传达是非常容易的，是非常容易的。但是那是你想听的内容吗？你听的内容你能够接受吗？太多人没有办法接受真实的内容，真实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为了要让家属可以完全理解，让家属可以知道该怎么做，那个传达的人就是我这个角色，就是灵媒的角色，他必须要很多方的去思考怎么样跟家属说。好，这个就是跟宠物沟通完全不同的地方。宠物沟通比较容易，就是大部分就是聊天嘛，除了说你想要探寻某些特定的事情，比方说你想要找这个那个随便大小便的啊，或者说出去都不尿尿的啊，回来才尿尿那种，你要找特定的行为才需要这种比较深入的探讨。可是再复杂也不会比祖先的事情复杂。如实传达这件事情，其实很多这个通灵者都做不到了，因为通灵者他一定会加入自己主观的想法，这很正常嘛。我传达，那我当然是依照我的知识、我的宗教或是我的信仰来理解，然后我再告诉你嘛。那有很多这个传达的人他们是站在这个宗教的观点来解释。好，看到这个，下油锅这个就是宗教里面讲的是油锅，它是地狱啊，它是什么什么，就这样解释下去了。可是会有一个问题，宗教里面这些理论是对的吗？到现在还是没错的吗？会不会其实千百年传下来，已经有一些问题所在，或者是它根本没有经过验证呢？好，这是有可能的。那站在这样的方向来解读讯息，来判断讯息会不会有问题呢？好，这个大家自己去想了。那如果在最后呢，连线之后能够给这个家属能够有一个完整的理论跟方法，有系统的教家属引导家属，让他们知道该怎么做，往生者才会变好，
该怎么做，后面我们才会比较顺利，也可以让家属安心，并且达到他那个抚慰的效果。如果能够做到以上这5点，我就觉得这样子的连线就称得上是圆满。我觉得当一个灵媒或是什么宠物沟通师或是这个通灵者，都应该要做到以上这几点。